大家好，这里是澳洲来信。有些人做投资靠运气，有些人做投资靠纪律，还有一种人像是提前知道了答案。今天要讲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没有留下什么官方头衔，却在中国股市最混乱的年代，先后踩中了几次关键节点。一次是在大盘跌到人人看空的时候，他说差不多要见底了；一次是在市场热到发烫，所有人都在喊牛市万岁的阶段，他又提前提醒风险。还有一次是在美国次贷危机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之前，他又在博客里不断提到泡沫、失衡和更大的回调。你说这只是巧合吗？当然，有人会这么说，可问题在于，这个人后来留下的那一整套文字实在太完整了。不管你把它当成技术分析，还是当成一种市场哲学，它都不像普通人随手写出来的东西。更神秘的是，他的真实身份10几年来一直没有被完全说清楚。有人说他是李彪，有人说不是，有人说他就是那个一手做过大案操盘的人，也有人坚持认为网络上的种种猜测都只是影子，身份没彻底定下来，可他的影响力却一直在。很多人翻来覆去研究他的博客，像研究一部股市密码本。有人靠他建立了自己的交易体系，也有人越看越乱，最后把自己看进了深坑。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讲一个悬案，我们还要讲一个更现实的问题。一个真正有过市场实战经验的人，为什么会显得像在预言市场？而所谓的缠论到底是神话，还是一套带着强烈个人烙印的交易思路？先把时间拨回去，2005年，中国股市还在漫长熊市里喘气，上证指数一路跌到1000点附近，市场情绪已经接近冰点。当时很多人都觉得这地方没救了，不但没救，甚至还可能继续往下砸。那时候的氛围和后来大牛市里那种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天才的兴奋完全是两个世界。但就在那种几乎没人敢说话的时刻，有个叫喜欢数学的女孩的天涯 ID 开始写一些非常刺耳也非常笃定的帖子。他认为大盘大概率会在1000点上下形成重要底部。这种说法在当时听起来真的像胡扯，因为市场里最不缺的就是悲观者。每次下跌都会有人说还要再跌一半，每次割肉都会有人告诉你早一点卖是对的。可后来的走势偏偏给了那种说法一个耳光。2005年6月，上证指数却是在900多点附近完成了关键拐点，之后市场开始转强，行情一路抬升，直到2007年冲到6000多点。对于经历过那轮行情的人来说，那不是普通牛市，那是近乎失控的亢奋。券商大厅里人声鼎沸，股民每天讨论的不是会不会涨，而是还能不能继续追。那种场景像极了后来很多泡沫的经典剧本。也正是在这一轮行情里，那个神秘 ID 开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他后来从天涯转战博客，名字也变成了禅中说禅。从那以后，他不只写股市，还写禅、写历史、写诗词、写人性，甚至写很多看起来完全不搭边的东西。但奇怪的是，所有这些看似散乱的内容，最后都慢慢汇成了一套完整的表达。你会感觉他不是在写碎片，他是在搭一个世界观。2007年10月，市场冲到6100多点的时候，他提前发出风险提示，认为牛市已经进入后段，不能再盲目追高。后来发生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指数掉头向下，市场开始失血。之后又叠加全球金融危机，跌势一下子变得非常惨烈。如果你回头看那一段历史，就会发现，真正可怕的不是下跌本身，而是下跌来临前那种所有人都以为不会出事的气氛。这也是他最让人着迷的地方，不是因为他说中了几次，而是因为他似乎总能在多数人情绪最满的时候先闻到危险。于是关于他是谁的猜测也越来越多。最常被提到的名字是李彪。李彪在中国资本市场的早期确实是一个极有争议也极有故事感的人物。他和易安科技案有关，而这起案件本身就是中国股市早年最典型的一类庄股操纵样本。当时的中国市场还很年轻，规则远不如今天成熟，一些资金
一些关系、一些操作手法，能够把一只股票推到几乎离谱的位置。易安科技后来成为中国第一只100元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它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基本面故事，更像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资本游戏。外界普遍认为李彪参与了那类高强度操盘，他的风格讲究节奏，讲究震荡，讲究把散户情绪玩到失衡，先制造假突破，再制造假崩盘，先让你觉得要飞了，再让你觉得要死了，最后在恐慌里完成换手，在绝望里吸够筹码。这种操作手法，如果只看结果会觉得冷酷，但如果你站在那个年代的市场生态里看，它又确实像一门极端熟练的战场技术。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相信禅中说禅不只是会写字，他是真的懂市场，他懂怎么对付人性，懂怎么利用情绪，懂怎么把价格波动当成武器。而且他博客里的内容不像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人写的，里面经常会提到仓位、节奏、形态、背驰、走势分解这些概念。这种东西只有真正长期待在市场里的人才会写得那么顺手。不过身份猜测终究还是猜测，没有哪一条公开证据能彻底把这个人锁死成某个具体身份，李彪这个名字，所以一直都只是最流行的版本，而不是最终判决。这件事的吊诡之处就在这里，越是没有定论，越容易被后人神化，越是神话，越有人去翻旧帖，找线索，拼细节，到最后大家研究的就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整段特殊年代的市场记忆。如果只把他当成一个会猜点位的人，那就看小了。他真正吸引人的是他把炒股这件事写成了一套带哲学味道的框架。他反复强调一个意思，市场不是拿来猜的，市场是拿来应对的。不要幻想每一次都提前知道答案，你真正需要做的是识别结构，跟随结构，控制风险。这就是禅论最核心的地方。它不是简单告诉你明天涨还是跌，相反，他一直在说不要执着于预测，市场只有几种状态，向上、向下、盘整。你要做的是在不同状态里找到自己的动作。他用形态学去拆 K 线，用分形去看节奏，用笔、线段、中枢去描述走势的层次，再用背驰去判断力度是否衰竭。如果你第一次听这些词会觉得很绕，其实你可以把它理解得更朴素一点。OK 线不是孤零零的一根线，它是一段市场情绪的痕迹，几根 K 线连起来能看出短期犹豫，再往上叠，能看出段落，段落再组合就变成趋势，而中枢就是多空反复争夺后价格挤压出来的中心区域。当价格一次次上冲却越来越推不动，那就是力度在衰竭。这时候如果你还一味追高，往往就会被市场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禅论的可贵之处不在于它是不是能精确预言，而在于它强迫你尊重节奏，它逼你承认市场不是直线，市场是结构，它也逼你承认赚钱不是靠热血，是靠等待、观察、执行和推出。但它的问题也很明显，第一，它太复杂，复杂到什么程度，同一段行情，不同的人能画出完全不同的笔、线段和中枢。你觉得已经很清楚了，别人会说你图画错了，你觉得买点到了，别人会说那只是中枢延伸。这种理论最大的麻烦就是缺少一个所有人都能一致认可的标准答案。第二，它太容易被误用，很多人学禅论，学着学着就迷了，原本是想帮助自己看清市场，最后却变成了不停画图，不停找概念，不停给自己心理安慰。交易最怕的不是不会分析，最怕的是分析到最后连执行都没了，你一会儿觉得是笔，一会儿觉得是线段，一会儿又觉得是更高级别的中枢，结果市场已经走远，你还在图上打转。第三，他太吃个人经验，缠论的很多判断离不开盘感，离不开对节奏的把握，离不开你对市场语境的理解。这东西很难写成一套人人都能稳定复制的量化系统，所以后来很多研究者都承认它更像一套思想工具，而不是一张万能公式。但正因为它不是万能公式，反而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你会发现很多真正的老交易员嘴上不一定讲禅论，
手上却都在干类似的事情。他们不会每次都去猜顶猜底，他们更关注的是价格有没有开始失去力度，资金有没有开始撤退，政策有没有开始转向，市场是不是已经从情绪推动切换到情绪透支。换句话说，缠论之所以显得高深，很多时候不是因为他发明了全新的市场规律，而是因为他把一批老交易员心里默认存在的规则拆成了可以描述、可以讨论也可以争辩的语言。这也是他最像那个时代的一点。那个年代的中国市场，很多事情都还没有标准化，规则在变，制度在补，投资者教育也远没有今天成熟。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经历过实战，又愿意把自己的经验写出来，就很容易形成一种既像技术又像江湖的风格。禅中说禅的文字就是这样，你一会儿读到的是 K 线和中枢，一会儿读到的是历史、哲学、诗词、禅宗，再一会儿又像是在跟你讲一个人在市场里怎么活下来。这种混合感本身就很有辨识度。还有一点很多人忽略了，他之所以能留下这么大影响，不只是因为说对了几次，更因为他把说对这件事重新定义了。在他的表达里，说对不是靠神秘直觉，而是靠对结构的持续观察。不是今天猜一个涨跌方向，而是今天判断市场处在哪个阶段，接下来最危险的是什么，最该防的是什么。这种思路比简单的涨跌判断更接近真正的交易现场，也更接近一个职业交易员会有的思维方式。所以你如果把它的影响力理解成一场纯粹的网络神话，那就太轻了。它更像是把一代人的市场经验浓缩成了一套极具个性的语言。而这种语言一旦和大牛市、大熊市、庄股、操盘、监管转型、互联网论坛、文化叠加在一起，就很容易变成一个时代的主角。到了今天，很多年轻投资人已经不再亲眼见过那种早期市场的粗砺感，但他们还是会在搜索框里反复输入这几个字，这说明他留下来的不只是答案，还有问题，不只是方法，还有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它的价值在于提醒你，真正厉害的交易者看的从来不只是价格，还要看资金、情绪、政策、产业、节奏，甚至看市场参与者在什么时候会变得最自大。这也是为什么禅中说禅的文字里，除了股市，还有很多宏观、历史、哲学、诗词和生活感受。因为在他的视角里，市场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只是人性和结构的一个投影。如果把这个逻辑再往前推一步，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博客会吸引那么多人。因为他满足的不只是赚钱欲望，还有一种我终于看到真相了的幻觉。在一个充满噪音的市场里，任何能把混乱说得像秩序的人，都会天然有吸引力。尤其当这个人还真的似乎说中过几次的时候，神话就开始形成了。而神话一旦形成，后面就不只是交易问题了，它会变成一种圈层文化。有人把它当老师，有人把它当传说，有人把它当成反面教材，还有人干脆把它当做一种自我投射。你看懂一点，就觉得自己抓住了核心；你看不懂，就觉得那是天书。可市场本来就不会因为你觉得它复杂，它就变简单。它只会在每一次涨跌里继续筛选那些愿意敬畏它的人。后来它突然淡出，留下大量文字，留下很多谜团，也留下更大的争议。关于他的身份，关于他的病情，关于他最后去了哪里，外界一直有不同说法。可对于真正理解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重点或许不在于他究竟是谁，而在于他为什么会被记住。因为真正留在市场里的，从来不是最响的声音，而是那些在关键时刻把风险讲清楚的人。哪怕他讲得很绕，哪怕他把话说得很玄，哪怕他的表达带着很强的个人脾气，只要他曾经让你在某个节点少犯一次错，那他的文字就会有价值。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后来回头再看禅论，看的其实不是公式，而是那种别把市场当成许愿池的提醒。尤其是在熊市里，这句话特别值钱，因为熊市最容易让人情绪化，最容易让人想抄底，最容易让人幻想自己能抓住最低点。但现实恰恰相反，
绝大多数人赔钱，不是赔在看不懂行情，而是赔在太相信自己能预测行情。我自己的看法很简单，如果把它神化成永远正确的预言家，那是不对的。如果把它彻底贬低成一个会讲故事的操盘手，也不公平。他更像是那个时代市场里少数真正见过风浪的人之一。他可能有过实战，有过代价，也有过局限，但他把这些经验用一种极强个人风格的语言写了出来，这才让他在多年以后依然有人愿意一篇一篇的翻。所以今天这段故事最后其实可以收在一个很简单的结论上，市场里最值钱的从来不是神秘感，最值钱的是纪律，是对趋势的尊重，是对风险的敬畏。你可以研究缠论，可以研究任何流派，但不要把它当成许愿机。真正能帮你活下来，走得远的，不是猜中每一个顶和底，而是在看不清的时候，知道什么时候该停手，什么时候该等，什么时候该接受自己没法预测。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最后记住的，不只是一个神秘名字，而是那句更朴素的话：别总想着抄底逃顶，先学会看懂结构，再谈赚钱。这里是澳洲来信，谢谢观看，欢迎点赞、订阅、评论，咱们下期再见。